我去，这个角度大部分是偷拍的。这臭小子太变态了。他妈妈说他的相机就是他宝贝，连睡觉都要放在枕边。谁能想到他用相机拍出这么变态的照片，简直是人前人后两张皮啊！那你看啊，这受害者不止一个，找到这些受害人，询问一下情况。好。我想着，当初只是拍我几张照片而已，说出来也没有用，反而还会被同学们议论着。我当时要是有敢一点报警，揭开钱小帅的真面目，他就不会越来越嚣张，做出那么可怕的事情，马思思也不会死。钱小帅作案是有选择性的。他会选择那种性格内向的女生进行作案，但这种女生呢，一般被胁迫拍照后不会选择报警，这就致使钱小帅犯罪动机越演越烈，从一开始胁迫拍照到后来的强奸，还有杀人呢。储存卡的内容已经被林涛调出来了。我也刚刚知道。马思思呢，非常符合钱小帅的受害者选择。在钱小帅的眼里，马思思是一个天然的好得手的对象，从小没有父母照顾，自卑、胆小、懦弱，对感情还有美好的向往。他这样的性格是谁造成的？自己明明就有个母亲住在隔壁市，生了他就不养他。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母亲都有，其实不对，母爱不应该是这样的。母亲对孩子的爱，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真挚的爱，无论是生是死。母爱应该一直都存在。如果马思思没有得到这样的爱，那只能说明一点：陈美娟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当母亲，更不配得到马思思的爱。这信怎么还在你这儿？不是说好要交给马思思妈妈吗？她不配。你这么做是违规的。只可惜马思思永远也不会成年，不会长大了。我们还是找个机会把这些信交给她妈妈吧。如果这个是马思思生前的遗愿，能帮她完成的也只有我们了。我知道陈美娟配不上马思思这样的女儿，但我还是想帮一下马思思。好，我把这些信交给你，你去处理吧。但处理结果不用跟我说，我也得提醒你一句：你把这些信交给他，他可能连看都不看，直接给扔。也是。这些信呢也算是物证，我去复印一份空了寄给他妈妈，也算是了了马思思生前的愿望。李队，你看，这张照片应该是在案发当天5点50分在地铁里拍摄的。地铁站距离工厂大约2公里左右，一个成年人的步速，如果按照每小时5公里计算，倒着推，他最晚应该是5点20分左右离开的工厂。再加上钱小帅进入地铁站之后，需要花时间选择偷拍对象，所以他说他5点钟左右离开工厂应该是事实。可是法医部门给出的死亡时间是7点钟左右，就算算上前后1小时左右的误差，他也没时间作案啊。你说会不会是法医那边给出的结论错了？我看这个死亡时间报告不是秦明出的，是安然出的，会不会是安然给出的结果有问题？这个死亡时间往前推1、2个小时的话，很有可能就是钱小帅杀的。不对呀，杀人后抛尸，怎么可能带着去地铁站？谁大白天的抛尸啊？很有可能就是晚上跑的，再找个帮手什么的。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看呐，就是这个死亡时间出错了。这么重要的报告怎么不是秦明出的呢？喂，李队。好，知道了。我去找一下李队，他那边有点情况。怎么了？什么事儿？
回来再跟你细说。安法医做检测的时候，我也在场。尸体的死亡时间推算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指标判断的结果。他的工作符合所有的流程，报告做的也专业仔细。你们现在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来质疑我的同事，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但也不能排除这个死亡时间出误差的这个情况，对不对？我们不能因为1-2个小时就把真凶给放了呀。尸体发现的越早，利用早期尸体来推算出来的死亡时间也就越为准确。虽然个体存在差异，但就这个案子而言，无论是现场环境还是尸体条件，都趋于中间值。结合多种尸体现象来推算出来的死亡时间，我认为不会有这么大的误差。但如果你们依然保有质疑的话，那我可以用其他方式再推算一次。秦明，这不是说……我支持再用别的方式推算一次。好，我会用死者的末次进餐时间再来推算一次。但如果结果依然支持安然的结论，那我希望你们以后可以不要以自立来看人。石一表姐，秦明在干嘛？那个，他在重新做尸体死亡时间的检验报告吗？是这样的，刑警那边呢，有人质疑之前的那份死亡时间的报告，秦明想重新做一份。石表姐，你别太在意啊，他们就是急着破案，所以才会质疑你。不过你放心，我对你绝对是深信不疑。我没事儿。其实我不介意别人怎么看我，我就是对自己有点失望。如果我能更强大就好了。哎，那你千万别这样啊！齐明可是很相信你的。真的？当然了，你是不知道啊，他当着所有人面怎么说，那个气场。震慑所有人！你们敢这样质疑我同事的专业，我不同意。如果重检之后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安然的结论，那就请在座的每一位不要再用你们的资历看人了。我能想象到他说话的语气。等一下。喂。好。秦明的检测报告出来了，果然都和你一致。但怎么了？干嘛叹气？但从死亡时间上来看，凶手并不是钱小帅，他的确是强奸完马思思之后就走了，凶手另有其人。好了，不聊了，我继续审问那个臭小子。辛苦。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是告诉你，信已经转交给马思思的妈妈了。我听说她收到信，不用告诉我她什么反应，没有意义。我们的工作也暂时结束了，走吧，你也该好好休息。嗯。干嘛？放开我！这算证据确凿了吧？即使没有这个，我也会承认，我强奸了她，她不同意，我就打她。你就这么践踏了一个小女孩的感情？可是我没有杀她。我真的没有杀她。
你的确是个人渣。但如果你真没杀人，我们也绝对不会冤枉你。那是他！快！哎，快！哎，你说一下，好吧？我不知道。你说一下吧。哎，妹妹，你是王涵吧？这帮人干嘛呢？那是帮记者啊，围着他问内幕呢。什么内幕？你不知道，王涵的好朋友。别碰我！你不让我。啊？居然还查到王涵男朋友秦小帅的头上，死得特别惨，死前还喷了什么？啊？不过这个秦小帅吧，他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他也不是第一次干这样的事儿了。我们班好多女生都被叫去问话了，搞得现在学校流言满天飞。闺女，你听爸爸说啊，你们现在这些孩子都早熟，像这样的新闻特别多，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让爸爸担心，好吧？哎呀，爸，我没事的。那，这不就是你给我的平安符吗？放心吧。乖，去上学吧。啊。拜。嗯。你有没有看？刷一下。别看了，好。这个钱小帅啊，也就一个绣花枕头，平时装的淡定的一撇。你看，我们把那个证据往桌上一放，马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全部都着了，顺带把王涵包庇他的事也全部都撂了。上次演的那是问心无愧，这一次演的那叫追悔莫及。看来秦明跟他说的话起了作用，激起了他残存的愧疚心。这种人会愧疚。有愧疚心总比没有愧疚心强啊！但就现在看来啊，我倒是觉得这个王涵他身上疑点重重。你想啊，他是最后一个见马思思的人，而且跟马思思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杀人时间、杀人动机都有了，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马思思和钱小帅的事儿，他误以为马思思勾引的钱小帅。可我总觉得这王涵的杀人动机不够强烈。那可说不准。激情杀人很有可能。我们以前啊，一直以为王涵撒谎是为了包庇钱小帅。我们换个思维想一想，他有没有可能是在为自己打掩护？不纠结了，把他请过来，了解一下就清楚了。好。哎，安然，要不要一起去吃午饭？我不去了，我今天爸妈给我带饭了。那我去。哎，以队，我吃午饭去了啊。哎。啊，你怎么不吃午饭啊？我还想叫你一起吃饭去。咱俩一块儿吃呗，反正你也喜欢吃我爸妈做的饭。好吧。哎，我问你啊，马思思那案子进展怎么样？我们怀疑一个叫王涵的女生，老赵正审着她呢。女生？可是根据现场的指甲组织样本，确认凶手是男性啊。指甲组织样本并不一定就是凶手啊。这个王涵啊，可疑性非常大，他出现的时间跟离开的时间太可疑了。应该不是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啊？芦苇丛的痕迹比较多。今天早上我和秦明才汇总完，我和秦明呢根据现场的痕迹还原了现场，就有了一组脚印分析。我觉得我们应该会有新的进展，一会儿汇总给你们听一下。好。接着说，你和马思思吵完架之后，她走了，你一个人留在工厂里干什么？
我什么都没干，我们刚吵完架，我还生他气，所以不想跟他一起做。你一个人在工厂里留了多长时间？只待了一会儿，因为那个时候天已经黑了，工厂里面黑漆漆的，我渐渐听不到马思思的脚步声，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很害怕，就立刻追出去了。追出去的时候看见马思思了吗？没有。工厂和大马路的距离很长，你跟我说你在工厂里没有待多久，你追出去的时候怎么能没看见马思思呢？我也觉得很奇怪，但因为那个地方天黑了之后阴森森的，特别瘆人，我以为马思思已经走了，我也没多想，就赶紧跑到马路上去了。你是跑着走的？嗯。然后还没看见马思思？没有。芦苇地上的脚印，我们根据马思思的脚印分布地点，排除了一切无用的脚印，只剩下了这2组。这一组是在工厂的东北方向，距离工厂100米，目前可以断定是马思思跟钱小帅在拍照的时候留下的鞋印。第2组是在厂房西北角方向，距离厂房30米，目前可以推断出是嫌疑人跟马思思的脚印。根据鞋印的痕迹，还有周边环境以及死者的鞋印做对比，可以看出是同一时间留下的鞋印，因为鞋印有相互重叠和覆盖的部分。这也就说明，绝不可能先后到达了现场，否则脚印就不会相互覆盖。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脚印的鞋码是42码。根据立体足迹形态，可以推断出凶手应该是一个身高170厘米左右、体重140斤左右的男性。假设王涵说的话是真的，没有撒谎，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我再补充一点，根据足迹库查询结果，凶手呢穿着劳保鞋，这个很普遍，在任何一家劳保用品商店都可以买得到。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凶手很有可能在工厂从事体力劳动。从死者的指甲生物检测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方向。我们现在也只能说，这个人的嫌疑非常的大。王涵与死者的身高体重相对接近，王涵想要掐死死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他的身上应该会留下搏斗痕迹。另外呢，尸检结果也显示并没有致晕的颅脑损伤，毒物检测部门呢也没有发现可以导致昏迷或者死亡的药物。但我还是觉得这个王涵的证词很可疑。要按照他说的，他跟马思思离开就没一会儿，在下个楼的功夫人就没了。我们做了现场还原。开始。黄昏穿着马思思的同款鞋往下跑，因为当时马思思的情绪比较激动，所以我们推测她是用跑的。当我们听不太到明显缓缓脚步声的时候，她已经距离工厂是30米之外的地方。以王涵的身高来算的话，他下楼的时间应该是30秒左右。所以凶手要在30秒以内，将马思思从距离工厂30米的路上拖进芦苇丛。时间够吗？我们做了实验，时间绰绰有余。开始。停。时间绰绰有余，20秒左右。好，那我们继续假设王涵说的是真话，那凶手就要在这短短的时间差之内完成犯罪。所以就是说，凶手潜伏在芦苇丛中，找时机下手，随身带着作案工具，那就是有预谋的作案。他不是陌生人作案，也不是无差别作案。有预谋的，这得是跟马思思有多大的仇啊？如果不是跟马思思有仇呢？是跟他家人有仇呢？秦明，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找线索。不是，这些线索我们已经反复检测过了，没有什么问题啊。用不同角度看待这些物证，用不同方式串联证据，也许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我有一种感觉，一定是有什么我们没想到的。安然，你现在怎么总跟秦明一样老发呆呀？我总觉得吧，我们好像漏掉了点什么。漏掉什么了呢？我也不知道，这说不上来，就是一种感觉吧。第六感。我看着马思思的照片，我总觉得他想告诉我们点什么。不行，我也得感觉一下，要不然都是反应差距太大了。不行，还是什么都看不出来。这个芦苇丛我们检查了很多遍，除了芦苇就是芦苇。还有这个啊，这件外套我们也里里外外检查了很多遍，只有王涵和马思思的毛发。那他们都穿过同一件外套，有他们的毛发很正常呀。你说什么？你把你刚刚的话再说一遍。我是说，这个外套只发现了死者跟王涵的毛发，因为他们都穿过同样一件外套呀。秦明的感觉是对的啊？秦明的什么感觉？欢，你今天每一句话都在点子上，你也是对的。啊？我也是对的。我们一家人老老实实的，哪有什么仇人呢？那马思思的妈妈呢？她有没有跟什么人有过冲突？别问我，我们一家人7、8年没跟他联系了，他的事儿我们不知道。那您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啊，不一定是大事啊，偶尔邻居吵吵架也有可能是我们的线索之一。真的没有，我们一家人一向老老实实的，生怕与人起冲突。警官同志，我们什么时候能把思思接回来？马爷爷啊，这个事儿还是得等我们这案子侦破了之后。那还要等多久啊？思思这孩子太可怜了，一想到她一个人冻在冰冷冷的太平间里，我们2个老的晚上都睡不着觉。是啊，爷爷奶奶，我们一定会尽快给你们个交代。我们相信警察同志，谢谢你们。马爷爷，别伤心，我们先走了。哎，好，谢谢谢谢，保重保重，谢谢。刘伯伯爷爷，哎，爷爷，这礼品是邻居送的吗？可能吧，可能。不知道是谁放在我们家门口，也没留名字。送礼不留名，挺奇怪的。走。
妈，你怎么穿着这件衣服啊？你怎么了？没什么，做了个噩梦。是不是很可怕的梦？不可怕，就是让我挺不舒服的。我跟你说，我们这儿呢有一个习俗，说摸摸头做噩梦就没事了。其实不摸也会好的。你做噩梦是不是跟眼前的案子有关系？可能有关系，可能也没关系。那就是你对案子太投入了，所以才会做噩梦吧？你也发现我太投入了，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对这个案子这么投入。你从马思思的身上找到了共情感，你觉得你和马思思一样都是寻找母亲的人，马思思寻找的是自己从未拥有过的，不过你找的是你自己丢失的记忆。所以你看到马思思的母亲陈美娟是那样冷酷无情的人，你就会愤怒。所以你说的那个摸摸头就没那么难受了，是真的假的？嗯。哦，对了，你来这儿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我差点忘了，我知道我们漏掉什么了。你说。龙帆市炼钢厂外面那片芦苇地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它不像这儿，它没有万家灯火，也没有霓虹灯广告牌，所以我们上次搜证的时候就发现，只要太阳一下山，在没有灯光的照耀下，如果不是面对面的话，是不是根本就看不清对方的脸？对啊，你说的没错，怪不得我会做这个奇怪的梦。我告诉你啊，我刚刚做梦一直在找我妈妈。然后我看见一个穿着黄色外套的女人，我不停在追她，结果她一回头，却发现她没有脸。会不会凶手和我一样，都是被外套所误导了？其实他真正的目标根本就不是马思思。对，在看不清对方脸的情况下，又只能靠衣服来识别，那么凶手的目标很有可能就不是马思思，而是王涵。没错，我们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李队，希望对他们有帮助。走吧。孙继生好。老板，哎，来了，来2瓶水。哎，好嘞。魏老板，你们这礼盒卖的怎么样啊？我们的礼盒一直卖的不错呀，毕竟啊，我们是这附近比较高档的礼品店。老板，我们是警察，啊，您别紧张，我们随便问一下啊。您这个监控录像一般保存多少天？不好意思，警官，我们的监控啊坏了好几天了，这不一直忙嘛，就没来得及修。啊，那你还能记得这2天都谁在你这买过礼品盒吗？我是刚回来，这个呀得问我儿子，他出去办事去了，估计2个多小时就能回来。怎么了？不知道啊，刚看到一个人，应该是附近的住户吧。本想随便问2句来着，那结果一转眼就不见了，走得也太快了。行吧，咱们先回支队。老板说他儿子一会儿回来，不行回来问问他儿子。哎，李队，老赵，法医这边刚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侦破方案，虽然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我觉得有可行性。你那个好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年轻人脑子是活泛啊，不过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经验也不差。如果他想法要是正确的话，那证明我今天的猜想，有可能就是至关重要的线索。走，
先回支队。好。王家一家3口，这个王涵和他的母亲徐慧，这2个人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他妈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他这个爸爸王阔，当年做生意可是得罪了不少人呢。哎呀，本来以为案件有了新的方向，就有了新的进展，这谁能想到啊？这个王阔仇人这么多，想杀他的人都能排到明年去了，简直毫无头绪。也不是毫无头绪。2年前，王阔他们公司因为一个地产项目出了问题，工程烂尾了，拖欠了200多个工人1年的工资没给。当时有很多工人去讨薪，你看，在他们要钱的时候拉的横幅。在工地里起早贪黑，干1年高危的工作，还不给他工资，我看呀，这200多个人都有杀他的动机。喂，老板。好。礼品店老板的儿子回来了。我们这种礼盒呢，平时卖的挺好的，就是价格稍微贵了点，但拿出去有面子。那平时有没有人说买这种礼盒当白事礼送人，或者是行为和举止很奇怪的人买这种礼盒？倒没人提白事礼，不过那种平时绝对不会买这种东西的人来买，算不算行为奇怪啊？算。是谁？街坊强哥，他就住在这后头。那说来也奇怪，平常吧，他从来都没进来过，但是那天突然跑进来说要买礼盒，而且这付款的时候啊还很爽快，我还以为他有什么门路搞到钱了呢。强哥，那您知道强哥的全名叫什么吗？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这平时这邻居都是强哥强哥的叫着，我也没特意问他全名叫什么。那他的长相特征是什么？苦瓜脸，平时呢很少笑，个子呢也不是很高，皮肤挺黑的，看起来大概有40岁左右吧。不过他这两边的头发可都白了，我看呢，肯定是喝酒喝的。谢谢您啊，没事。走吧。大哥，打扰了，跟您打听点事儿啊。您认不认识一个叫强哥的人？个子不高，有点微胖，这个鬓角还有点泛白。哦，是葛强吧？对，他家就在那平房那里。好嘞，谢谢您啊。有人吗？你找谁？啊，你好，我来找强哥葛强。你找我爸干嘛？他今天没来，我找他有点事儿。他没去工地吗？今天？对呀，这工地上几天没见到他人影了，有点担心，过来看看。你进来等吧，他马上快回来了。我说小姑娘，我劝你以后啊，还是别随便让陌生人进，不安全。你不是警察吗？我在学校食堂见过你，操场上也见过，而且我看你的打扮也不像是工地上的人。我还在想会不会有警察来问我马思思的事情，结果你就真来了。你是来问我那件事情的吧？算是吧。
不好意思啊，我爸他经常打鲜鱼回来，然后腌成咸鱼拿出去卖，所以我们家就总是有一股臭味儿。没事。哎，你看是这个吗？根据这个伤痕，我们可以判断出凶手使用的是一个直径1.6厘米左右的3股麻绳，就是这个绳子。那你之前在尸体上发现的鱼腥味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这一样的绳子，再加上死者身上的鱼腥味，这纯属巧合的可能性太小。这个是什么结呀？如果葛强之前从事的是海员的工作，那这一切就好解释了。这是水手专用的绳结。你先坐会儿吧。好，我给我爸打个电话。平时这个点儿，我爸早就回来了。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没有接。没事，我下次再来吧。谢谢你，小姑娘。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葛强跟王涵的父亲王阔有着很深的仇恨。当年王阔的公司欠薪，葛强就是讨薪者之一。在同年，葛强的妻子因为尿毒症去世，葛强当时情绪非常低落。据他的工友说，当时他四处筹钱，拿到工钱就给他的妻子交医药费，直到他的妻子去世，他都没有讨薪成功。再后来呢，就没有人见过葛强了，葛强也没有联系过任何人。有没有可能葛强把秦桂芳的死归结到王阔头上，所以想要找他报仇，向王涵动手报复王阔呢？他妻子都死2年了，他怎么现在才想起来杀人呢？能不能是什么事儿刺激到他了？李队，这个就是刺激源。就这个，帮我看看什么药？这是强鸦片类的镇痛药，看这个包装呢，应该是正规医院开的。但是这种药一般都是开给临终关怀的病人，就比如癌症晚期，只能用姑息疗法治疗，生命应该只剩下几个月，甚至是几个星期的时间。我查过了，葛强得了肝癌，晚期。妻子死之后，他一直心情抑郁，长期酗酒，可是家境贫困，所以只能喝一些劣质的酒，得肝癌，不奇怪。会不会他把自己妻子的死和自己得肝癌全归到这个王阔头上了？那要这么说的话，那就说得通了，他有足够的杀人动机啊。癌症晚期的葛强身体虚弱，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着作案时机。好不容易等到王涵有机会跑到荒郊野外，想趁着天色灰暗作案。却不想误杀了马思思。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月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
怎么会不见？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memo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向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应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我倒映